我学佛40多年了，见过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也听过很多高僧大德的开示。但有一件事儿，我直到50岁那年生了一场大病，躺在床上动不了的时候，才真正想明白，这件事儿就是目犍连尊者的死。目犍连是佛陀座下神通第一的大弟子，他能一念之间遍游3000大千世界，能移山倒海，能降伏魔众，能一眼看穿众生的过去未来。当年他为了救度自己的母亲，亲自下到地狱。他曾经用神通把整个娑婆世界托在手掌上，让众生亲眼看到因果报应的真实不虚。可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却死得很是凄惨。他被一群外道用乱石砸，用棍棒打，全身的骨头都被打碎，不成人样了。我年轻的时候，每次读到这段经文，都想不通他能看到过去未来，为什么不知道自己会被打死？他能移山倒海，为什么挡不住几根普通的棍棒？佛陀明明就在王舍城，为什么眼睁睁看着自己最得意的弟子被活活打死，却不出手相救？这些问题，那是我问过很多师父，他们都告诉我，这是业力，神通不敌业力。可我还是不明白，业力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能这么强大，连阿罗汉都无法抵挡？如果神通真的一点用都没有，那佛陀为什么还要允许弟子们修行神通？直到50岁那年，我躺在病床上，一遍又一遍地回想自己这一生做过的事，说过的话，种下的因，受过的果。突然之间，我就明白了，原来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它藏着佛教最核心也最容易被人误解的秘密。很多人学佛一辈子，就是因为没看懂这件事儿，最后走了弯路，甚至入了魔道。今天我就把我这么多年的感悟全部讲给各位老朋友听。如果这期内容让你有所触动，请在评论区留下一句正法久住，依教奉行，愿我们都能在菩提路上不再迷茫。那是在佛陀涅槃前3个月，整个僧团都笼罩在悲伤中，因为佛陀已经告诉弟子们，3个月后他将在居士那迦入涅槃。那个时候啊，佛陀很少讲法了。依照3世诸佛的常法，2大上首弟子舍利弗与目犍连也决意先于佛陀圆寂。舍利弗辞别佛陀，带领门下弟子离开王舍城，返回故乡迦罗毗那迦村。归乡之后，他于旧日居所中身心安稳，安然入灭。而此时的目犍连则打算独自前往伊斯舍离山修行。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竟是永别。其实当时很多人都劝过目犍连不要一个人去伊斯舍离山，因为那里是裸行外道的地盘，那些外道早就对他恨之入骨了。为什么？这不是简单的教派之争，也不是因为佛教抢了他们的信徒，而是因为目犍连做了一件让他们永远无法原谅的事。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外道上师叫富兰那迦叶，他有很多弟子在王舍城一带势力很大。富兰那迦叶死了之后，他的弟子们到处宣扬，说他们的上师已经证得了涅槃，升到了梵天，永远解脱了。很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纷纷皈依了他们的教派。就在这个时候，目犍连站了出来，他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了一句话：你们的上师没有证得涅槃，也没有升到梵天，他现在正在恶鬼道里受苦，因为他生前妄语，欺骗众生。这句话像一颗炸雷，在王舍城炸开了。那些外道弟子们当然不信，他们骂目犍连是骗子，是魔鬼。目犍连也不跟他们争辩，他只是用神通把富兰那迦叶在恶鬼道里受苦的景象显现给所有人看。大家亲眼看到，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外道上师，现在饿得皮包骨头，喉咙里像冒火一样，连一口水都喝不到。
这下所有人都相信了穆建连的话，那些外道弟子们纷纷离开了富兰纳迦叶的教派，皈依了佛教。而那些剩下的外道从此就对穆建连恨之入骨，他们发誓一定要杀死穆建连，为他们的上师报仇。所以当他们听说穆建连要一个人去伊斯舍离山的时候，就提前在山里埋伏好了。就在穆建连入山的前一天，他在路上正好遇到了这群外道。为首的那个外道拦住了穆建连，恶狠狠地问他，你们这些沙门里面到底有没有真正的沙门？而有趣的是，舍利弗以前也遇到了这群外道，他们也问了舍利弗同样的问题。舍利弗是怎么回答的呢？他笑着说了一句偈语：真正的沙门不执着于任何相，不追求任何果，心无挂碍，自在解脱。那些外道听不懂，以为舍利弗在称赞他们，就高高兴兴地放他走了。可轮到穆建连的时候，他没有绕弯子，也没有说什么巧妙的寄语，他只是直截了当地说，真正的沙门就是像佛陀和他的弟子们这样的人。至于你们不是沙门，你们只是一群披着外道衣服的凡夫。这句话当场就激怒了那些外道，他们拿起棍棒就要打穆建连。穆建连微微一笑，腾空而起，消失在了他们眼前。那些外道气得直跺脚，他们知道穆建连有大神通，他们根本打不到他。可他们没有想到，第二天穆建连还是来了。太阳快落山的时候，穆建连独自一人走进了伊斯舍利山。当他走到山谷中间的时候，山上突然滚下来无数的石头，像雨点一样砸在他身上。紧接着几百个外道从树林里冲了出来，手里拿着棍棒，疯狂地向他打去。令人震惊的是，这一次穆建连没有腾空而起，也没有用任何神通，他只是静静地站在那里，任凭乱石砸在他身上，任凭棍棒落在他身上。他的骨头一根一根地被打碎了，他的肉一块一块地被打烂了，直到最后他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消息传到王舍城，整个僧团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弟子们哭着跑到佛陀面前，问佛陀：世尊啊，穆建连尊者神通第一，为什么会被外道打死？您为什么不救他？佛陀看着痛哭的弟子们，眼里也流下了眼泪。他说：你们不要哭，穆建连不是被外道打死的，他是被自己的业力打死的。所有人都愣住了，他们以为穆建连是被外道打了个措手不及，神通还没来得及用出来。其实不是的，阿罗汉的神通是随时随地都在的。不要说几百个外道拿着棍棒打他，就算是天崩地裂，就算是魔王带着千万魔军来进攻他，他只要动一个念头，就能化解所有的危险。就在前一天，他还当着这些外道的面腾空而起，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怎么可能第二天就突然不会用神通了呢？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因为当业力真正成熟的时候，神通自然就失效了。我知道很多人听到这里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神通那么强大，怎么会说失效就失效呢？那是因为你们根本就不知道神通到底是什么。很多人以为神通是一种超能力，是修行到一定程度之后获得的一种特殊的本领。有了神通，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改变一切。要这么想就错。佛教里讲的神通不是什么外来的东西，也不是什么上天赐予的能力，它是我们每个人本具的清净心的妙用。当你的心清净到一定程度，没有了烦恼，没有了执着，没有了分别，这些神通自然就会显现出来。就像水一样，当水浑浊的时候，你看不到水底的东西；当水清澈的时候，水底的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的心也是一样，
当我们的心被烦恼和执着污染的时候，我们本具的神通就被掩盖了。当我们的心清净了，神通自然就显现出来了。所以神通只是修行的副产品，不是修行的目的。佛陀从来没有让弟子们去追求神通，他只是告诉弟子们要好好修行，净化自己的心灵。当你的心灵净化到一定程度，神通自然就会有了。而且神通有一个非常大的局限性，那就是它只能改变缘，不能改变因。什么意思呢？我给你们举个例子，你种下了一颗苦瓜的种子，神通可以让你给它多浇水，多施肥，让它长得快一点，结的苦瓜多一点。但是你永远不可能用神通让这颗苦瓜的种子长出甜瓜来，因为因已经种下了，因是苦瓜，果就必然是苦瓜，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业力也是一样，你过去种下了恶因，当因缘具足的时候，恶果必然会成熟。神通可以让这个恶果晚一点成熟，可以让这个恶果小一点，但你永远不可能让它不结果。这就像你欠了别人的债，神通就像你跑得快，你跑得再快，你躲得再远，债还在那里，你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总有一天你还是要还的。而且债拖得越久，利息就越高，到最后你要还的就会比原来多得多。所以佛教里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就是宇宙间最公平也最残酷的铁律。那么目犍连到底种下了什么样的恶因，要用这样惨烈的方式来偿还呢？佛陀在灵鹫山上对着痛哭的弟子们说出了一个连阿罗汉们都不知道的秘密。佛陀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无量无边的劫数之前，有一个婆罗门子，长得非常英俊，也非常聪明。他娶了一个美丽的妻子，两个人非常恩爱。可是这个婆罗门子对妻子爱得太过痴狂，以至于对自己的母亲渐渐失去了敬重。母亲责备他说，你只爱你的妻子，竟然与我反目成仇。妻子听到这话，心中便生起了恶念。她觉得这个老母亲总是在丈夫面前说自己的坏话，阻碍了他们夫妻的恩爱。从那以后，她便天天寻找婆婆的过失，在丈夫面前搬弄是非。终于有一天，妻子看到婆婆做了一件私下的小事，便添油加醋地告诉了丈夫。婆罗门子听后勃然大怒，对着妻子恶狠狠地说道，这个愚痴的老东西，年纪这么大了还不安分，竟然敢对我这样的年轻人横加指责。要是有个勇敢有力的人能把他的身体打得像被锤子砸过的芦苇一样粉碎就好了。汝等比丘勿生意念。当时那个对母亲生气恶心，说出如此恶毒言语的婆罗门子，就是现在的大目犍连。全场一片寂静，没有人能想到，这位神通第一的大阿罗汉，前世竟然对自己的母亲种下了如此深重的恶业。在佛教里有5种罪，是所有恶业中最重的，叫做五逆罪，分别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僧、出佛身血。只要犯了这5种罪中的任何一种，必然会堕入无间地狱，求出无期。在地狱里要受无量无边的苦，经过百千万劫都很难出来。虽然目犍连前世没有亲手杀害父母，但他对生养自己的母亲升起了如此强烈的嗔恨心，说出了如此恶毒的诅咒，这已经种下了极为严重的恶业种子。所以从那一世开始，在整整500生中，目犍连无论转生到哪里，他的身体都常常被打得粉碎，如同被锤子砸过的芦苇一般。他在三恶道中流转了无量劫，受了无数的痛苦，每天都被火烧、被水煮、被刀砍、被枪刺，那种痛苦是我们凡夫无法想象的。
后来他的罪业稍微减轻了一点，又转生为畜生，转生为恶鬼，又受了很多很多的苦。直到无量劫之后，他终于有机会遇到了过去佛，得闻佛法。他从此精进修行，种下了善根，又经过了无数次的生死轮回，终于在这一世遇到了释迦牟尼佛，跟随佛陀出家，证得了阿罗汉果。可是即使他修成了阿罗汉，即使他神通第一，即使他已经断尽了所有的烦恼，那颗在百千万劫前种下的恶业的种子依然还在，他一直在等待，等待因缘成熟的那一天。而这一天终于来了。很多人会说，这太不公平了，他已经忏悔了，已经修行成佛了，为什么还要受这样的果报？其实这才是最公平的。因果不会因为你是好人就对你网开一面，也不会因为你是坏人就对你格外严厉。他不会因为你成了佛，成了阿罗汉就对你特殊照顾，也不会因为你是凡夫俗子就对你加倍惩罚。你种下的每一颗种子，不管是善的还是恶的，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这就是因果。听到这里，很多人会叹气说，神通再大也敌不过业力啊，这就是命，谁也改变不了。如果你们真的这么想，那你们就太小看目犍连尊者了。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真相，事实上，目犍连本可以不死的。佛陀说过，目犍连有大神通力，若遇免者，彼外道等终不能害，但以先业所牵，故受此报。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目犍连有那么大的神通，如果他想避免这场灾难，那些外道根本就伤不了他一根毫毛。但是他被自己过去的业力所牵引，所以主动选择了承受这个果报。我再说得明白一点，即使在业力已经成熟的最后一刻，目犍连依然有选择的余地。他可以像前一天一样腾空而起，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些外道根本就抓不到他。他也可以用神通把那些外道都定在那里，让他们动弹不得，然后自己大摇大摆地走掉。他有无数种方法可以保住自己的性命，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留下来，选择了承受这一切。为什么？因为他知道逃避业报不是一个修行人应有的态度，与其拖着，不如早点还了，还完了就一身轻松了。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如果目犍连今天用神通逃走了，或者用神通把那些外道打跑了，那么后世的弟子们就会说，你们看神通多厉害啊，有了神通就可以不用受业报了，有了神通就可以为所欲为了。这样一来，就会有无数的修行人放弃了对智慧的追求，转而拼命地去追求神通。他们会以为神通才是修行的目的，有了神通就可以解脱了，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在当时的印度社会，人们普遍崇尚神通，很多人学佛不是为了解脱，不是为了净化自己的心灵，而是为了获得神通。他们以为有了神通就可以升官发财，就可以长生不老，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佛陀虽然允许弟子们在特定的场合显示神通作为弘法的方便，但他一直告诫弟子们，神通只是末，智慧才是本。神通只能接引一时，智慧才能度脱一世。如果过于追求神通，就会走火入魔，就会偏离修行的正道。目犍连深深地明白这一点，所以他选择了用自己的生命来给后世的弟子们上最后一堂课。他要用自己的死亡告诉所有的修行人，神通再大也敌不过业力，智慧再高也胜不过因果。不要追求神通，要追求智慧，不要逃避因果，要正视因果。这就是一个大阿罗汉的境界。
对于我们凡夫来说，死亡是最可怕的事情。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想要逃避死亡，想要延长自己的寿命。我们害怕痛苦，害怕失去，害怕离开这个世界。可是对于一个觉悟者来说，死亡一点都不可怕。死亡不是结束，而是回家。肉体不过是我们暂时居住的房子，当房子旧了、坏了，不能住了，我们就换一个新的房子。这有什么可怕的呢？肉体的痛苦不过是像脱掉一件旧衣服一样。真正的我们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所以目犍连尊者坦然地接受了这一切。他站在那里，任凭乱石砸在他身上，任凭棍棒落在他身上，内心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恨，也没有一丝一毫的痛苦。他只是静静地看着自己的业力一点点的了结。那还有一个各位比较关注的问题，佛陀为什么不阻止呢？佛陀那么慈悲，难道就忍心看着自己最得意的弟子被活活打死吗？很多人都以为佛陀是万能的神，他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只要他想，他就可以改变任何事情，可以救任何人。有这种想法就错了。佛陀不是神，他是一个觉悟者，他觉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相，然后把这个真相告诉了我们。他是我们的老师，不是我们的救世主。佛教里有一句话叫佛有三不能。哪三不能呢？第一，不能灭定业；第二，不能度无缘；第三，不能进众生界。什么叫不能灭定业？就是说，当业力已经成熟，已经成为定业的时候，任何人都无法改变它，即使是佛陀也不行。就像一支已经射出去的箭，它已经离开了弓弦，正在飞向目标。这个时候，无论你有多大的本事，你都无法让这支箭停下来，也无法让它改变方向。佛陀能做的只是告诉你这支箭是怎么射出去的，以及以后不要再射箭了。他不能替你挡住这支箭，因为这支箭是你自己射出去的，你必须自己承担它的后果。这就是自所作业，无人代受。所以佛陀不能救目犍连，不是他不想救，而是他不能救。如果佛陀出手救了目犍连，那会怎么样呢？那就等于告诉所有的众生，你们看，因果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成了佛的弟子，只要你有神通，你就可以不用受业报了。这样一来，因果的铁律就被打破了，整个宇宙的秩序就会混乱，而且那才是真正害了目犍连。如果目犍连今天逃避了这个业报，那么这个业力的种子就会一直跟着他。等到未来某一世因缘再次成熟的时候，他还是要受报，而且那个时候的果报会比现在惨烈得多。所以佛陀的不救才是真正的救。他让目犍连在这一世把这个最重的业报了了，从此之后他就再也不用受轮回之苦了。而且佛陀的不救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意义，他让目犍连用自己的死亡，给所有的众生上了一堂最生动、最深刻的课。这堂课比佛陀讲的任何一部经都要有力量，因为它是用生命换来的。直到今天，2000多年过去了，还有无数的人因为目犍连尊者的故事，明白了因果的真相，走上了修行的正道。这就是佛陀的大慈大悲。真正的慈悲不是替你承担所有的痛苦，而是告诉你痛苦的真相，然后教你如何摆脱痛苦。真正的慈悲不是给你鱼，而是教你钓鱼。真正的慈悲不是让你永远活在温室里，而是让你经历风雨，然后自己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就在目犍连入灭后，舍利弗也在自己的故乡安详地入了涅槃。
佛陀的左右手在短短7天之内相继离开了我们，整个僧团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佛陀对弟子们说啊，舍利弗走了，我看着僧团就像一棵大树失去了他的心裁。目犍连走了，我看着僧团就像一个国王失去了他的大将军。舍利弗和目犍连是佛陀最得意的2个弟子，一个智慧第一，一个神通第一。他们就像佛陀的2只翅膀，带着佛法飞向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他们2个人性格完全不同，弘法的方式也完全不同，最后的结局也完全不同。舍利弗性格沉稳、内敛、温和，他善于用智慧辩才折服众生。他讲法的时候条理清晰，深入浅出，让人听了之后茅塞顿开。而目犍连性格勇猛、直率，行动力强，他善于用神通威力接引众生。他经常显示各种神通，让众生亲眼看到因果报应的真实不虚，从而升起敬畏之心，皈依佛法。他们2个人，一个代表了佛教的智慧，一个代表了佛教的方便。智慧是根本，方便是手段。没有智慧的方便是邪道，没有方便的智慧是空谈。他们2个人用自己的一生向我们示现了2种不同的修行道路，也示现了2种不同的涅槃方式。舍利弗安详入涅槃，无疾而终。他告诉我们，修行到了一定的境界，就可以生死自在，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而目犍连被外道乱棍打死，惨烈牺牲。他告诉我们，即使你修成了阿罗汉，即使你神通第一，也逃不过因果业力。他们2个人都用自己的生命为佛法做了最后的贡献。佛陀曾经说过，未来的弟子们如果能有舍利弗的智慧，有目犍连的勇猛，那么佛法必定会长久住世。是啊，我们学佛既要学习舍利弗的智慧，也要学习目犍连的勇猛；既要明白因果的真相，也要有面对因果的勇气；既要追求内心的清净，也要有护持正法的决心。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我的观众朋友大部分都是50岁上下的人，我们见过了太多的人情冷暖，也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我们年轻的时候总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总以为只要自己努力，只要自己聪明，就可以改变一切，就可以掌控自己的命运。我们追求金钱，追求地位，追求名利，追求一切外在的东西。我们以为拥有了这些就会幸福，就会快乐。可是活到50岁才发现，原来我们什么都掌控不了。我们掌控不了自己的身体，它会生病，会衰老，会死亡。我们掌控不了自己的亲人，他们会离开我们，会先我们而去。我们掌控不了这个世界，它会变化，会动荡，会有各种各样的灾难。我们辛辛苦苦一辈子追求来的那些东西，最后一样都带不走。就像一场梦一样，梦醒了，什么都没有了。这个时候，我们才会静下心来，开始思考，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接触佛法，开始学佛的。可是很多人学佛一开始都走了弯路，他们以为学佛就是拜佛念经，就是求佛菩萨保佑，保佑自己身体健康，保佑自己家庭和睦，保佑自己升官发财。他们以为学佛就是要获得神通，获得超能力，这样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他们以为学佛就是要逃避现实，躲到深山老林里，不问世事，这样就可以不用受世间的苦。其实这些都是对佛法的误解。目犍连尊者的故事就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学佛不是为了求佛菩萨保佑，佛菩萨不能替我们改变因果，不能替我们承担业报，真正能救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学佛不是为了逃避现实，
而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现实，是为了明白人生的真相，然后用一颗平常心去面对人生中的所有顺境和逆境。活到50岁才明白，人生其实就是一个还债的过程。你今天遇到的所有的人、所有的事、所有的顺境和逆境，都是你过去种下的因，结下的果。你遇到的好人是来给你报恩的，你遇到的坏人是来向你讨债的，你遇到的顺境是你过去行善的果报，你遇到的逆境是你过去作恶的果报。没有什么是偶然的，一切都是必然的。所以不要抱怨，不要抱怨你的命不好，不要抱怨别人对不起你，不要抱怨这个世界不公平。你今天所受的一切苦，都是你过去自己造的，你今天所享的一切福，也都是你过去自己修的。因果面前人人平等，与其抱怨，不如坦然接受，把所有的苦难都当作是消业的机会，把所有的顺境都当作是积福的机会。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不要以为做了好事没人知道，不要以为做了坏事没人看见。举头三尺有神明，因果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人。各位同修，今天我把这个故事讲给你们听，是为了让你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佛法，什么是真正的修行。不要迷信神通，不要迷信超自然力量。真正能改变你命运的，只有你自己的起心动念和言行举止。不要逃避因果，不要害怕业报，坦然接受你所遇到的一切，然后努力去种善因，结善果。不要追求外在的东西，要向内关照，净化自己的心灵。只有内心的清净和自在，才是真正的解脱。如果你从这个故事中有所收获，请给这个视频点一个赞，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了解因果的真相，让更多的人能够走上修行的正道。如果你有什么感悟或者有什么疑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交流学习，一起精进修行。也请大家在评论区留下一句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一起感念佛陀的恩德，一起祈愿世界和平，众生安乐。如果您愿意支持我们的弘法事业，也请随喜布施，您的每一份心意都会成为一盏明灯，照亮更多人的修行之路。您的每一份功德都会积累在您自己的福田里，生生世世受用不尽。最后，祝愿所有看到这个视频的同修都能深信因果，精进修行。祝愿大家家庭和睦，身心安康，福慧增长，60吉祥。愿我们都能早日脱离苦海，获得究竟的安乐。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舍利弗尊者，南无目犍连尊者。